综合来看，这款小尚魔法书新品牌的氮化镓充电器，更像是一匹年轻但未完全驯服的黑马，亮点突出，但仍需不断精进优化，才能真正成为百瓦级快充市场中值得信赖的产品。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小尚魔法书 UFCS 100瓦融合协议充电器，这也是很多粉丝朋友想看的一款充电器啊。当然这个充电器也是咱们的一个铁粉寄过来的，他同时寄过来还有另外一款充电器，就是这款闪级140瓦，我们也会马上开始测试它。我们先看这个小尚魔法书，这一个新进的品牌，它究竟有什么不一样，有没有真东西，我们测了就知道了啊。喜欢我这种硬核测试视频内容的老铁们，记得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这个频道更新的动力。咱们话不多说，先开箱。包装盒这里有一个魔法的标识啊，看起来确实很不一样。专为美好的未来，这是他们公司的一个定位吧，应该是。我们直接打开包装盒，盒子的上盖是灰色的，底部的盒子则是黄颜色的啊。打开以后，里面有一个产品说明书，充电器本体。盒子里面有一个泡棉内衬，这个充电器100多块钱的售价，值不值的话，我们测了就知道了。充电器外部有一个磨砂的保护膜，折叠插脚的设计。这个充电器拿在手上是光面的啊，表面非常的光滑，整个充电器的外观也是非常魔幻的一种感觉。彩色的线条纹理勾勒出跟盒子一样的图案，这里写了一个 Magic Book 魔法书。3个 C 口内部是黑色的舌片， A 口则是橙色的舌片，北斗七星的 logo。整个充电器就是一种魔幻的感觉。充电器的宽度为60毫米，高度为75毫米，整体的厚度大约是29毫米啊，连插脚的高度是91毫米。充电器连包装盒一起的重量是287.5克，单充电头的重量216.5克。充电器的外观我们简单看了一下，我们开始进入测试部分的内容。我们先来看看充电器的规格，氮化镓电源适配器，型号为 PQ1004LC， 输入是100至240伏的全球电压。CE-C2 口输出功率最高是20伏5安100瓦，这里还有个 C2 口 UFCS 输出有100瓦的功率， C3 口输出只有20瓦， A 口输出最大的功率是18瓦，总输出功率是100瓦。下面则是认证信息，室内使用双路绝缘，海拔小于2000米以下使用，非热带地区使用。3C 认证，请勿扔向垃圾桶。3C 认证信息咱们放在屏幕上，有需要的可以截图。我们现在来检测这个小尚魔法书，它4个充电口快充协议支持的情况。首先是这个充电器 Type-C 1口快充协议，高通 QC 3.0 5伏、9伏、12伏、3.6至20伏，华为 FCP 的最高24瓦功率，华为 SCP 的又是写了个40瓦啊，三星 AFC 的24瓦，展讯的 SFCP 协议 PD 3.1 100瓦，固定档位5个，最高20伏5安100瓦。PBS 协议是 3.3 至21伏的5安，也是100瓦的 PBS。DCP F 2.4 2个基础协议。现在这个是 Type-C 2口协议支持的情况，融合快充的105瓦，高通 QC 3加5伏、9伏、12伏、20伏、3.6至20伏。华为的 FCP 在这里又变成了36瓦，具体是不是后面兼容性再看。SCP 的还是40瓦，三星 AFC 24瓦，展讯的 SFCP PD 3.1 跟 Type-C 1口一模一样。DCP F 2.4 2个基础协议。这是充电器 Type-C 3口协议支持的情况。前面的安卓协议跟 Type-C 1口是一模一样的。PD 3.0 变成了20瓦的功率。DCP F 2.4 还是2个基础协议。这个是 USB A 口协议支持的情况，有高通 QC 3.0 的协议，华为 FCP 的协议24瓦，华为 SCP 的协议40瓦，三星 AFC 也是24瓦。DCP F 2.4 2个基础协议啊。
测试完它的协议，我们就来看它的兼容性的情况。这个充电器成败就此一举啊！兼容性好不好？我们马上来测试。首先是米家的设备 ，Type-C 一口启动 PBS 快充，功率可以跑到24.5瓦，也很不错了。Type-C 二口同样启动 PBS 快充，功率也是在24.5瓦的样子。C 三口和 A 口我们就不测试了 ，C 三口没有 PBS。我们再来看华为手机的兼容性啊 ，C 一口没有启动 SCP 协议，这个就很不错了啊。为什么说不错？后面测试荣耀手机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了。C 二口可以启动超级快充，这就是走的 SCP 的协议，真实功率可以跑到20瓦左右。C 三口和 A 口我们就不用试了啊，都是一样的22.5瓦的公开版的协议。这个是荣耀300，直接启动 Max 100瓦的快充。前面说的 C 一口不能启动 SCP 协议，这是好事，原因就在这里啊，这是为荣耀的 PBS 100瓦让路，最高功率跑到75瓦的样子，这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功率了。其他几个充电口我们就不试了啊 ，SCP 的协议起来就是20瓦的功率。绿厂的设备，我们用这个真我13 Pro 来测试 ，Type-C 一口启动 PBS 快充，真实功率在26瓦左右。Type-C 二口直接启动融合快充33瓦，真实的功率在27瓦左右。后面两个充电口我们就不用试了啊。绿厂的设备，新款的有 PBS， 有融合快充 ，C1 和 C 二口随便用，不支持 PBS 的绿厂设备直接用融合快充的这个充电口，用 C 二口。这一部是蓝厂的设备啊，这个手机可以支持33瓦的 PBS， 同时它也可以支持融合快充。首先 Type-C 一口直接启动 PBS 快充，真实功率可以跑到32瓦左右，非常不错的一个功率啊。如果是 NEO10 那些100瓦的 PBS 的，这个轻轻松松的可以跟荣耀一样，达到真实功率60-70瓦没有问题的。Type-C 二口这个报文应该是写错了，这个是33瓦的融合快充，真实功率也是在30-31瓦的样子。我们来看一下它对三星手机的兼容性怎么样。这个是三星的 Note 10加，可以启动快充 2.0， 真实功率在20瓦左右。如果是新款的三星，功率会更高一点。C 二口也是快充 2.0， 功率的话跟前面也是一样的啊。后面两个20瓦和22.5瓦的充电口我们就不用试了。这个小商魔法书它支持100瓦 PBS， 也可以支持100瓦的融合快充，但是这个融合快充的话，大功率现在没有使用场景啊，所以说我们用手机来采集一个33瓦的融合快充的充电数据。这部绿厂的手机目前还有 2% 的电量，我们直接充电采集数据。这个绿厂手机充电已完成，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啊，整个曲线图融合快充的大致的曲线已经出来了。刚开始的时候是20分钟的25瓦功率，然后20分钟以后全部都是功率波动啊，这个时候最低的功率16瓦，最高的功率大概在24.5瓦，一直到90%，逐渐的下降功率，直到充满电。这个手机从2%的电充到100的电，一共花了1小时11分钟。看来这个新品牌啊，对手机的充电效果的话，还需要再调教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温度，先看一下咱们室内的温度，28度左右。从这个绿厂的手机温度最高的时候，竟然到了51.2摄氏度啊，这是表面温度。这部手机为荣耀100，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商魔法书它的100瓦 PBS 充电表现怎么样。目前这个手机电量还有 17%， 我们直接充电。开启它的极速快充，这个荣耀手机充电已完成。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啊，最高的功率75瓦功率，充了50秒钟时间，降到64瓦功率，充了30秒，然后再降到54瓦功率，也是充了50秒钟。后面是47瓦的功率，也是坚持了50秒钟，然后调整功率，后面就是36瓦的功率，充了11分钟。这个充电的过程一共降了2次功率。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面充到 90%， 逐渐的下降功率，直到充满电。这手机从 17% 的电充到100的电，一共花了36分钟时间。充电速度的话，还是符合100瓦 PBS 的效果。还是看一下充电温度啊，这个充电温度真的有点高。用采集线采到温度，表面最高的时候是53摄氏度，测试的时候我们室内温度28-9度。这部手机为苹果15，目前还有 13% 的电量。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商魔法书给苹果手机充电能不能画出一个标准的曲线啊。这部苹果手机82个电了，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啊。这第一眼看上去这个曲线图就没有走标准啊。起始功率是20瓦的功率，持续了13分钟时间。后面的话降功率的时候它没有走平，它走成了一个弧形。15瓦的功率只持续了5分钟时间，后面是11瓦的功率7分钟时间，然后就是6瓦的功率充了1分钟左右。这个苹果手机从 13% 的电充到80的电，一共花了42分钟，充电时间还是标准的。我们来看一下温度啊，从苹果手机最高温度都达到了48摄氏度，测试的时候我们室内温度28度左右。
现在就是对这个充电器考验的时候来了，我们要拿它的100瓦功率进行长时间的烤机测试，我们看它这个温度究竟有多高啊！刚刚充电的时候，它的温度都到了50多度啊，有点担心了，我估计这个家伙承受不住啊。这个小山魔法书100瓦功率已经足足运行了1小时20分钟，大家看一下充电曲线图，到现在还没有停止啊。这个输出能力是有的，但是大家看一下温度，采集线采到表面的温度最高是在82.2摄氏度，但是这个采集线没有放在最高温度的地方，这个充电器最高温度是在这一块，我们用热像仪采集了一下，温度为88.9摄氏度，充电口的温度也是88摄氏度，这个温度是非常高的啊！刚才我手摸上去，把我手烫一下，所以说这个充电器100瓦输出的话，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壳体的温度是非常高的。测试的时候，我们室内温度还是28度左右。这个充电器65瓦功率已经运行了2个小时了啊！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非常平直，65瓦一直在输出，而且是65.5瓦的满功率，很不错了啊！我们来看一下温度，这个温度在1个半小时的时候基本上就趋于稳定了，采集线采到最高温度63摄氏度左右，我们用热像仪采集到它的温度最高的地方还是在这个地方啊，为72.3摄氏度。然而充电口的温度的话，只有67.8摄氏度，跟我们采集线采到的温度是差不多的。测试的时候，我们室内温度29度左右。这个 PD 大功率的拉载测试证明，这个充电器长时间的功率输出的话，还是65瓦是它的最优段，100瓦有点太过热了啊。我们现在做的测试就是来测试一下这个充电器它的多口功率分配是怎么设置的，看它会不会有断连的情况。首先我们来测试双口功率分配， C1 口我们先启动100瓦，再接上 C2 口，没有断连，功率迅速调整到60瓦。C2 口就是走的30瓦，这是一个60+30的一个策略啊。我们拔掉 C2 口， C1 口迅速回到100瓦，也没有断连啊。先启动 C2 口的100瓦，再接上 C1 口，C1 口就直接启动60瓦， C2 口直接切换到30瓦，还是60+30。我们再来看 C1 口加 C3 口的情况， C1 口100瓦启动，接上 C3 口的20瓦，接上的瞬间没有断连， C1 口调整为60瓦， C3 口就是启动的20瓦的功率。拔掉 C3 口， C1 口也没有断连，功率迅速的回到 PD 100瓦。 C2 口加 C3 口的情况，我们先启动 C2 口100瓦，再接上 C3 口， C2 口迅速的变成了 PD 45瓦， C3 口的功率还是20瓦，这个就是走的45+20 65瓦的策略。拔掉 C3 口， C2 口就会调整为100瓦的功率，其中也不会断连。 C1 口加 A 口的情况同样是不会断连的，我们接上 A 口， C1 口100瓦迅速的变成 PD 60瓦，其中没有断连，这边走20瓦。 C2 口加 A 口的情况同样是一样的啊， C2 口启动100瓦的时候，我们接上 A 口， C2 口迅速变成 PD 45瓦，这边的话就是20瓦，也就是45+20的一个策略，总功率65瓦。 C3 口加 A 口的话，大家看一下，就是2个基础功率啊，证明 C3 和 A 它是同一路降压模块。我们现在来看一下3口功率分配的情况。 C1 口我们先启动100瓦，我们接上 C2 口， C1 口变成60瓦， C2 口变成30瓦，这个时候我们 C3 口再接上一台设备， C1 口马上变成45瓦，没有断连啊， C2 口还是维持30瓦不变， C3 口的话就是20瓦，总功率就是45+30+20 95瓦的一个策略啊。这个时候我们在 A 口再加上一台设备， C3 口立马就变成了5伏的基础功率， C1 和 C2 口2个功率还是没变，一个45，一个30。这就是这个充电器的一个多口功率分配的情况，它的多口不断连的技术也是有的。双口使用 C1 口始终是60瓦， C2 口45瓦，然后3口使用的话， C1 口再降一格，45瓦加30瓦加20瓦，这个总的分配策略做的还是可以的。这个小山魔法书它支持100至240伏的全球电压，它的能量转换效率，也就是电能的利用率表现会怎么样，我们拭目以待啊。首先是110伏60赫兹状态，经过几分钟测试，它的综合待机功耗约为 0.3 瓦。现在是5伏3安15瓦功率的时候，110伏输出 18.9 瓦，这边直流输出 15.1 瓦，折算转换效率 80%。 27瓦功率的时候，110伏输出 31.98， 也就是32瓦，这边直流输出 27.1 瓦，折算转换效率 85%。 36瓦功率的时候，110伏输出
41.7瓦，这边直流输出36.1瓦，折算转换效率87%。45瓦功率115输出51.4瓦，这边直流输出45.2瓦，折算转换效率88%。60瓦功率的时候115输出67.8瓦，这边直流输出60.3瓦，折算转换效率89%。现在是最高功率的啊，100瓦功率115输出113.6瓦，这边直流输出100.4瓦，这样折算转换效率88%。现在是220伏50赫兹的状态，它的待机功耗我们经过几分钟的测试下来，约为 0.4 瓦的样子。现在是15瓦功率，220伏输出19.7瓦，这边直流输出14.99，也就是15瓦，折算转换效率76%。27瓦功率的时候，220伏输出32.6瓦，这边直流输出27.1瓦，折算转换效率83%。36瓦功率，220伏输出42.1瓦，这边直流输出36.1瓦，折算转换效率86%。45瓦功率的时候，220伏输出51.7瓦，这边直流输出45.1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7%。60瓦功率的时候，220伏输出67.6瓦，这边直流输出60.2瓦，折算转换效率89%。现在是100瓦最高功率的时候，220伏输出112.5瓦，这边直流输出100.3瓦，这样折算下来转换效率也是89%。这一个小商魔法书经过转换效率的测试，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效率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内部的 PFC 功率因素校正电路它是针对110伏环境而进行调教的，220伏的功率因素表现并没有那么好。这个小商魔法书它的文波控制表现会怎么样？我们马上来对它进行测试。4个充电口我们全部都要单独测试，这个数据也是各位老铁们最在意的啊。我们先测试 C1 口的文波，15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61.8 毫伏，平均文波 44.7 毫伏左右。27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76.3 毫伏，平均文波 53.3 毫伏左右。36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60.6 毫伏，平均文波 55.6 毫伏左右。45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71.6 毫伏，平均文波 59.4 毫伏左右。60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55.9 毫伏，平均文波 47.1 毫伏左右。100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82.1 毫伏，平均文波 63.1 毫伏左右。我们现在测试 C2 口文波，15瓦功率的时候文波最高 29.9 毫伏，平均文波 26.1 毫伏左右。27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38.7 毫伏，平均文波 35.5 毫伏左右。36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44.2 毫伏，平均文波 40.7 毫伏左右。45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46.8 毫伏，平均文波 42.2 毫伏左右。60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41.4 毫伏，平均文波 37 毫伏左右。100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53.2 毫伏，平均文波 47.3 毫伏左右。这个充电口的文波比 C1 口的文波表现好得多啊！我们现在来测试 C3 口的文波，15瓦功率的时候，文波最高 50.5 毫伏，平均文波 45.5 毫伏左右。20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 60.8 毫伏，平均文波 55.2 毫伏左右。12伏档位的18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 66.4 毫伏，平均文波 58.6 毫伏左右。我们现在来测试 USB A 口的文波，15瓦功率的时候，文波最高 65.7 毫伏，平均文波 54.8 毫伏左右。18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 68.9 毫伏，平均文波 61.6 毫伏左右。12伏档位的18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70毫伏，平均文波 62.7 毫伏左右。总的来说，这一个小上魔法书它的文波表现还算是非常不错的啊，特别是 C2 口的文波表现极为优秀。通过全面的深度测试，这款小上魔法书的100瓦氮化镓充电器给我留下了较为复杂的印象啊。首先值得肯定的是，主流的手机快充基本都能兼容，荣耀与蓝厂的100瓦级 PPS 都可以顺利启动，日常兼容性表现出色。另外在文波控制上面表现尤为亮眼，输出质量稳定可靠。其中 C2 口的文波控制更是堪称典范啊！这说明品牌在基础电路设计方面下足了功夫。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直面它存在的问题。最明显的缺陷体现在功率输出、稳定性与温控表现上。实际手机充电过程中，功率下降明显。PD 苹果充电曲线不够标准，说明调教仍需要改进。特别是大功率100瓦满载时，表面的温度接近90度的温度啊！
这对于用户体验和产品稳定性来说都是非常不利的因素。此外，转换效率，尤其是220伏环境下，平均仅有 85%。功率因素相较于110伏，这个220伏调教太不行了啊！购买建议，如果你日常使用场景更多集中在65瓦及以下的功率段，比如说给手机、平板、普通笔记本充电，这款产品表现出色，温波低且稳定可靠，可以考虑入手。如果你是长期满载运行100瓦的设备，或者追求极致稳定的大功率体验，不推荐入手。对于喜欢尝鲜且关注新品牌成长的用户，这款产品作为备用充电器或者桌面辅助设备，可以适度的关注一下，但应理性看待其现阶段的不完美表现。综合来看，这款小尚魔法书新品牌的氮化镓充电器，更像是一匹年轻但未完全驯服的黑马，亮点突出，但仍需不断精进优化，才能真正成为100瓦及快充市场中值得信赖的产品。当然，咱们后期会对这一款产品做一个深度的拆解视频，到时候看看这款小尚魔法书内部的电路架构及元器件使用的情况。测是为了了解，拆是为了真相，认真测拆，客观输出。我是离火车斋，感谢各位朋友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有你们的陪伴，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动力。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